大家好，我是小妍，欢迎收看我的爱心食谱。这期和你分享一款口味算蛮特别的香兰椰糖黄油饼，不是你在超市里能随便买到的那种哦。甜而不腻，酥松的口感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南洋风情。我们开始制作吧。首先把40克的玉米淀粉加进160克的低筋面粉里，再加入25克椰浆粉，还有1汤匙的香兰粉。先把它们混合均匀。玉米淀粉的作用是让饼干吃起来更酥松，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生粉，比如木薯粉和马铃薯粉都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。好了之后，把40克的糖粉倒进一个大碗里，再加入1/8茶匙的盐。记得黄油要软化到这种程度，它摸起来是冷的，但还能按得下去。这个状态很重要哦，不要太硬，也不要太软。放入115克的软化无盐黄油，先用刮刀将黄油和糖粉拌匀。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一打开打蛋器，糖粉飞得满天都是，同时也可以确认一下黄油里没有硬块。打蛋器先用低速开始，避免黄油飞出来，过后再转高速打发。记得不时停下来，把黄油刮到中间，这样才能打得均匀。打发黄油后，它的颜色会变浅，呈现蓬松的羽毛状，分量看起来也会增加，大概蒸了1杯左右。黄油打发好了后，就可以加入25克的全蛋液，记得分3次加入，每次加入后都要用低速搅拌均匀，确保每次都混合彻底后再加下一次。打发黄油是为了让饼干在烤的时候能稍微膨发，这样吃起来才不会硬邦邦的。如果黄油太硬，空气就打不进去了；如果太软，像液体那样，空气也抓不住。所以说，黄油软化到刚刚好的程度才是最理想的。然后把刚才混合好的粉过筛进去，用刮刀慢慢拌匀。不同品牌的粉吸水性会有所不同，所以如果你的面团太干，就再加一点软化黄油。如果太湿，就加一点低筋面粉。拌好的面团是这种状态，稍微干一些，但还能按压下去。我用的是1M 号的裱花嘴，记得裱花带要选厚的，因为需要用比较大的力气才能把面团挤压出来，薄的裱花带可能会挤破哦。将面团装进裱花带，调整好。然后就可以开始裱花了，记得尽量裱高一点，因为烤的时候饼干会塌一些。由于面团偏干，所以在挤压的时候要稍微用点力。你也可以发挥创意，裱出自己喜欢的花样。裱好之后，用1/4茶匙的凉勺，在花样的中心轻轻压出一个小凹坑，按下去的角度大约45度。稍微左右转动茶匙，拿开就不会粘黏了。接着将烤盘放进冰箱冷藏20分钟，让花样定型的同时，可以预热烤箱，上下火摄氏160度。从冰箱取出烤盘后，放进预热好的烤箱，用上下火摄氏160度烤30分钟。温度太高或烤得太久，会变成微焦的黄褐色，所以最好根据自己烤箱的脾气调整时间和温度。当烤到15分钟时，把烤盘拿出来，转个面，再继续烤15分钟，这样能确保烘烤均匀。烤好后拿出来放凉。接下来我们来准备椰糖浆，将40克椰糖和10克清水放进锅里，
用小火加热，直到椰糖完全融化。糖融化后放凉大约3分钟。等糖浆稍微降温，变得更浓稠后，才用小汤匙小心地填入饼干的凹陷部分。这样做能避免糖浆太水流下来。如果糖浆在锅里硬化了，可以加一点水，再加热至适当的粘稠度。最后，趁椰糖浆还没凝固时，赶快撒上少许椰蓉。这样一款满满南洋风情的香兰椰糖黄油饼就完成啦！这份食谱大约能做28片饼干。如果你喜欢，就赶紧把食谱收藏起来吧。存进密封盒里，大约可以保存1个月。像这种盒子，记得用胶带封好，才能保持饼干的新鲜。它的口感真的挺特别的。酥松又带着点椰香，是那种让人家忍不住想多吃几块。你来吃看。味道怎样？吃起来像板蛋口味的咖亚。是哦，我以为像欧内欧内啦。你这样讲起来也真的是也有像咖亚酱的味道哎。我们的香兰椰糖黄油饼制作起来就简单几步就能完成了，希望你会喜欢这款饼干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在家尝试做了，别忘了告诉我成果如何哦。好啦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我们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